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咸阳。之前我们在山西看到很多地主大院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家大院、乔家大院、皇城相府等等，我们已经去看过了，建设的可以说是规模宏大，就像一座城市一样的，里面雕刻也是非常精美。那其实，在陕西这一块啊，也保留了很多地主大院。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座。这个大院呢，最巅峰的时期大概是有2700多间房屋，里面的雕刻也是非常精美，甚至说有一些雕刻呢比山西晋商大院还更精美。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家大院。这个家族当年他们生意啊也算是做到了全国各地，也是陕西和甘肃的首富。陕西我也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来了，反正这几年自驾游基本上每年都会来陕西好几次。陕西呢是中华民族以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在这里呢曾是西周、秦汉等14个政权的都城所在地，特别是那个长安呢，所以在这块大地上面留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古建筑。你像秦始皇陵，还有那个阿房宫遗址等等，还有关中大地上面的秦汉唐帝王陵，还有那些宫殿遗址，太多了，可以说数都数不清楚。这一座地主大院呢，是在陕西的旬邑县，也可以称得上是山水唐家，是属于清代晚期时期的。整个宅院呢，以前是有87间院落。这座大院呢，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。这一座大院呢，在鼎盛时期共有87个院落，2700多间房屋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概是清朝道光时期修建的，到现在呢，刚好差不多是200年。现在仅存的只有2进3院。这个唐家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地主大院一样，他一开始呢是在其他地方生活，后来可能是由于战乱或者其他原因，他就迁移到这个陕西旬邑县。后面经过家族好几代人的努力呢，才慢慢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地主。唐家从什么地方迁移到这里，已经无从考证了。到了清朝初年，他们家族呢就已经很有声望，那个时候呢已经算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。后面他们家族进一步发展，有当官的，有做生意的，到了清朝中期，已经是财大势大，名扬西陲了。商号呢遍及陕西、甘肃、四川等13个省、50多个县。当时他们家族有这样的称呼：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，人行四川不歇人家店，出门不离车马轿，全堂执事开道锣，好不威风。这几句话呢，基本上就可以形容他们家族的财大势大，势力强大，商铺众多。我们在山西或者其他省份看到的地主大院，普遍就是这个家族强盛之后、财力之后，或者有当大官的之后，就开始修建豪宅。那这个唐家也不例外了。据说在清朝嘉庆年间，唐家他总共人口大概是60口人，伺候他们的仆人和丫鬟就达到了165人，还不包括那些长工做工的。从而说，他整个唐家当时在这里生活了可能有200-300人。现在准备去这个大院里面看一看，据说里面的雕刻是非常精美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只有2进3院，总共是80多个院落，全部是被损毁了、被拆了等等。现存的唐家大院仅仅是当时全部房舍的冰山一角，但是呢，依然反映了唐家的飞煌和大院的恢宏。你看屋顶的屋脊就已经有很多雕刻了，有很多野兽，这种雕刻还是比较少见的。它的墙壁砖块是水磨石砖，屋脊在这边看得更清楚一点，真的是非常精美啊。这些可能是经过修缮的，那么其实原版的跟现在可能差不多，甚至有过之而不及。站在这个下面都感觉这个大院的与众不同，这上面都有很多精美的石雕，外面都是如此，里面呢肯定是更精美。这里就是大门，我们来仔细看一看，在大门这里啊都有非常精美的雕刻。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抱鼓石，在封建社会，武将是抱鼓石，
文官呢是方石，都是身份的象征，一般人是不允许的。那这个抱鼓石上的雕刻很精美啊，这个是麒麟送子，大家看得出来吧？一只麒麟，小孩。因为在封建社会嘛，他们家族这么富有，都希望是人口多多益善，有人口才会说去培养，然后有一些成才。上面的狮子，这个是非常常见的，抱鼓石一般就是雕刻，然后上面一只狮子。在另外一边的雕刻就是昭君出塞，他们家族的生意遍布全国。那这里弄昭君出塞是不是这个含义？同样上面也是狮子。在大院旁边可以看到方形石，证明在那个时候唐家呢既有文官也有武官，并且职位还不低。基本上在封建社会，只要一个家族他做生意成功了之后，后面呢就一定会送家里的人员去读书，去考取功名。简单的看了一下外面，现在准备去内部看一看了，也是收门票的。这是唐家大院的俯瞰图，也是复原图，大家看一看房屋多不多，完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村落一样的。确实是如此啊，因为当时他们的大院太多了，80多个院落，2700多个房间，基本上可以这样说，我们现在一些村落都没有这么多房屋。你如果每天要住一间的话，大概要7年多的时间才能住完。从这里也能够看得出来唐家当年的实力强大，要不然也建不了这么豪华的地主大院。它现在这个地方大门是紧闭的，我们得从旁边进来。这里往前走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大门。一进来就看到一组精美的雕刻，这是土地堂，用来供奉土地神，在北方的建筑很常见的，基本上每个大院都有。在这个土地堂顶部呢是潘梨缠枝、牡丹戟，门楣上还雕刻了蝙蝠、鹿、瑞兽，这个就是取自谐音福禄寿了，是一种美好的寓意。整体呢，这个土地堂是一座仿木结构歇山式殿堂，确实雕刻的是非常精美啊。近距离的看一下，反正这些石雕或者木雕、砖雕，它其实都是有含义的。刚才我们说的福禄寿是一种，还有呢，葡萄代表多子多福等等。在旁边呢就是管家房，管家的居室主要负责主人的来客登记、接待等日常生活事务。现在已经关闭了，看不到啊。管家在家里面的地位还是挺高的。如果说家里的男女主人出去了，基本上就是管家做主。那平时一些下人呢，也是由管家去管理，除非是主人的那些直系。旁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大门，当时住在这个院落的里面的人就是从这里进出的，现在是封闭了。它整个唐家大院的大门并不是在这里啊，因为我们今天看的只是87个院落剩下的一个院落，这里居住的可能就是他们常家某一户人。在大门旁边刚刚看到的管家房，那其实账房也在这里。账房先生是统管主人生意往来、账目开支等，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会计出纳这一些，这个一定是主人心腹才能担任，就是一个家族进出靠他，然后家里的那个领俸银也是找他，所以地位也是非常高的。而且那种账房先生他年纪稍微都比较大。这个是内部的一些摆放物品。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是账房，那其实在以前呢估计不是啊，因为账房不会在这个最外面的位置，一般是在核心的地方。很多家族呢他居住在一块，然后工作是在另外一块。大门过来之后就是第一个院落了，这一块也叫做四水归堂，是典型的一个四合院的布局。只要一下雨啊，这个水呢都从地下渗下去，有一个专门的管道的。因为在封建社会以前建造房屋，特别是注重这个藏气嘛，气不外露，那这里就是这样的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天井。那两边呢，现在是一些唐家的展览馆，在以前可能是一些客房用来招待的。在这一块也能够看到很多精美的雕刻。这个雕刻是叫做八骏图，传说中周穆王驾车用的8匹骏马能日行千里。马呢是社会贤良的象征，封建帝王
一般呢会命宫廷画家以马为题材进行创作，暗示着尊重社会栋梁、求贤若渴的殷切希望。因此呢，以8骏为题材并非偶然。这8匹骏马呢，千姿百态，刚劲矫健，神态各异，奋力奔腾，身形矫健，生动传神。基本上把好用的词语都会用到这个图上面。那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这里面的雕刻非常多啊，我们也只是挑一部分。有这么多雕刻，其实呢也可以证明他这个家族是花了大量的时间、人力、物力来建造的。整个唐家大院到现在是300多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概是清朝道光年间开始重新修缮或者加盖的。当时每天光做工的铁匠、木匠、画匠、仆工就达到340多名。到了咸丰元年，公元1851年的时候，工程呢又分为11处，各种工人增至到3200多名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家族在道光之前，可能大院呢规模不是很大，在那个时期，他们家族的生意算是达到鼎盛时期，那么就大力的修建了。直到同治年间，这座大院呢才基本建成，总共是历时了43年才告一段落。整个院内呢，在当时有戏楼、假山、花亭、鱼池等等，所有的门窗呢都有各种图案。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点，等一下呢还能看到一些精美的木雕。在这个大院中间有一块比较有意思的石头，现在看起来普普通通，据说啊，在当时弄的时候，这一块石头只要一下雨就会有雾气起来，就跟仙气一样。不知道真假，反正现在是没有。又看到精美的雕刻了，这个是叫做兰菊图，在一整块白砂石上面，采用高浮雕、浅浮雕、镂空的手法，刻有兰花和菊花。在另外一边对称的是梅竹图，雕刻手法和刚才一样，不过它这里雕刻的是梅花和竹子，看的是非常清楚了。这个院落算是一个长方形，叫做四水归堂，然后它下雨流下来的水呀，全部是通过地下管道流到他们家族的田地里面去了。这个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又看到一组雕刻了，这是砖雕凿旗图，讲述的是赵匡胤和陈团老祖在华山下棋的场景。有点可惜的就是赵匡胤的那个头已经没有了，被破坏了。赵匡胤大家非常熟悉的北宋的开国皇帝，这个时候应该他还没有当皇帝。刻画的是赵匡胤捋着胡须若有所思，陈团举棋不定，旁边的一个小孩正在隔窗观望，层次感和主体感非常强。在92年北京的故宫专家考察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认为这组雕刻啊在国内实属罕见，虽然不及故宫的大气与豪华，但是非常精致。砖雕上面的树叶处理的特别细腻，难以雕刻，周围的平砖都是用水磨制作而成。据说当时的工匠一天只能磨2块砖，砖缝都是用糯米汁和石灰灌注，砖雕底部的葡萄代表子孙绵长，多子多福。这样内容的雕刻也是比较少见的。再往前走呢，就是面阔五间的大厅，主人待客、议事、祭祖的地方。里面呢有神龛、祠堂楼，还有全堂执事等等。现在进去看一下，这里面呢也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。面阔五间的这种大厅啊，还是比较少见的。那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塑像，那肯定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在这里接客了。如果说有朋友、亲朋好友来这里，肯定是坐在这里和他交谈，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在这个大厅里面有很多匾额，其中这个霭落春风是指唐家人热情好客，如春风般和蔼可亲。反正这些匾额基本都是美好的意思，一些呢是他的同僚送给他的，因为他家族有人当官嘛。另外呢是他们下面这些掌柜的一起送给家里的，比方说主人过寿下面送的。基本上这些有名的大院里面一定都会有匾额，山西的、河南的、陕西的、
包括四川、湖北的都有。在这个大厅里面还有全堂执事，指的是在特定的宗教仪式或活动中，所有必要的执事人员和物品都准备齐全，能够确保活动的顺利执行。你像我们说的龙凤旗、九宫八卦旗等等，那这些呢就是全堂执事的一些物品。在这个大厅里面有一件稀世珍宝，就是这个神龛。仔细看看上面这个雕刻精不精美，仿佛就像玉石一样的。这里最特别的就是雕刻手法，我们看起来感觉是在一块木头上雕刻的，其实不是啊。这些人物呢都是雕好，后面镶嵌在这个木板上面的。不仔细看的话，真的是看不出来，很精美呀。这个木头是1000年的黄长木，非常珍贵的。这里雕刻的是24孝图。孝呢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，经常看古代的电视剧都会说以孝治天下。那皇帝呢基本上每天呢都要去向那个太后请安。那么24孝是元代的一个人物根据24个孝子编成的故事，后面呢又配上图画，俗称24孝图。每幅图是哪一个故事，在网上都能找得到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我记得好像有一幅是讲述汉文帝和他母亲的故事，因为汉文帝啊确实也是非常孝顺，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帝王，经常会说太宗皇帝。那么中国历史上太宗皇帝这个谥号就是从汉文帝开始的。在这个大厅中间还有一副楹联，写的是勤以补拙，俭以养廉，处身事须留心2字，书能破愚，诗能益智，愿儿孙常立志3余。意思就是说，希望子孙后代牢记勤劳节俭的家规，利用一切时间多读书。大厅过去就来到了主人他们住宿的地方，相当于是后院嘛。整个这一块都是卧房啊，左右两边是主人，然后最上面呢属于上房，就是长辈居住的。主人卧房里面还有蜡像，我们去看一看。展示的应该是一位夫人在做针线活。这里主要是向我们展示唐家大院生活的场景啊，当时实际可能不是这样，毕竟我们刚才也说了嘛，这只是他们家族其中的一个小院落。这里也是属于北方的那种炕，冬天这个地方也挺寒冷的。旁边的桌椅挺有意思的，据说在以前他们家里这些桌椅都是用的金丝楠木啊，非常珍贵的木材。因为在清朝中期他们已经是首富了，那么财产可以说是数不胜数，基本上可以和山西那些晋商一较高低了。很多人都知道晋商比较厉害，富可敌国，其实在其他省也有很厉害的商人，你像河南有，陕西也有，湖北也有，四川也有，就全国到处都有啊。这个唐家和我们之前看的一些晋商或者其他的家族都差不多，基本上都是由农变商，由商变官。在对面也是一间卧房，应该是他们子女居住的。这个也是典型的那种北方的炕了，据说住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。像这些家具都是非常珍贵的木材建造的，就是不知道这些是原版的还是后面收集起来放在这里的。两边的卧房总体不是太大呀。还有一点呢，它这里的房屋跟晋商有点区别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晋商的房屋它台阶是比较高的，而这里比较低。还有一点呢，它这里能看到很多木头，然后晋商的话它是砖块为主占多数。上房家中长辈的居室，这里是老夫人房，那相当于是祖母居住的了。在这一块屏风上面也有很多雕刻，跟刚才我们看的差不多。直接镶嵌在上面的这些雕刻真的是非常少啊。在旁边还有绣楼，这个一般是我们说的千金大小姐居住的。这里弄绣楼可能只是为了向她展示，其实真正来讲的话，当时千金大小姐肯定是不会住在这里的。你像唐家大院，他这么大的家族，千金大小姐
基本上都会有一个独立的院落。之前我们在山西看到很多都是如此。那么在山西呢，一般是千金小姐13岁上绣楼学习1年，15岁嫁人，16岁生个小孩。那么在陕西这一块基本上也是差不多，因为在封建社会，女子嫁人的年龄基本上都是在15岁左右。这个主院落就看完了，我们去旁边看一看。这边是旁边的一个院落，明显的看得出来比较小啊。那么我们常说的偏院或者是厢房，可以在这边这样形容。那两边呢，现在都是一些展示的介绍，我们就不用看了。主要前面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，展示了清代人结婚的场景，拜堂成亲的场景，叫做婚堂。因为这个家族里面有几大事嘛，生小孩、结婚，这个是人生的大事，洞房花烛夜嘛。像这样大家族，他们结婚是大摆宴席的，而且都是讲究门当户对，都是有身份的人。不过这里呢弄得简单一点，就是只要简单向我们展示了一下他们结婚的场景。这个凤冠霞帔在明朝开始就比较流行，这主要是跟马皇后有关。在明朝之前呢，霞帔是贵族妇女礼服的一部分，而马皇后她当时下令，就全国的女子只要是结婚就可以头戴凤冠，身穿霞帔。在这里同样有很多雕刻，这个叫做金玉满堂图，采用高浮雕、浅浮雕、镂空的手法，在一整块白砂石上雕出一株在初春怒发的玉兰花。玉兰呢，像一颗颗金元宝，把主人祈求财富的愿望表达的淋漓尽致。就整个这幅画上面呢，都是金元宝。在旁边还有一幅求学图，说的是读书的故事。在远山亭子里面有读书人，旁边呢还有问路的书生和童仆，也有指路的老人。弹竹中的古琴和书香构成了一幅深山求学图。这一块的雕刻真的是太多了，不管走到哪个角落都有，我们只能看一部分。当时唐家出去谈生意的话，都是一大帮人出行，那么肯定是有交通工具了。现在看到的就是马车，看起来比较简单，在当时装修的可是不一般了，材料也不一般。在这里呢，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莺歌教，非常珍贵啊，堪比我们现在的劳斯莱斯。在唐家鼎盛的时候，有66辆，相当于有66辆劳斯莱斯，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富可敌国啊。已经从唐家大院出来了，旁边呢也有一个食客园，这里摆放的全是拴马柱，相当于是免费的停车场。我们在山西或者其他地方，很多大院呢都有拴马柱，那基本上都是一排，而这一块呢却是4排。可以想象得出来，当时唐家每年是热闹非凡，他们家族出去联系做生意的人很多，每天来唐家寻求做生意的人也是数不胜数。那么这么庞大的家族，他们后面去哪里了呢？有几个原因，跟其他地方的大院都是一样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他们这种经商形式跟不上时代，这是一点。还有呢，他们这个家族当时算是官商家族，后面清朝没了，他们家族基本上也就衰落得很快了。还有一点呢，是他们家族的教育跟不上，就是后代能力不行，基本上家族衰落了之后，他们就把家里的一些家产呢都卖了。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清朝的大院呢，家族都是这样衰落的。唐家大院现在看起来不是很大，不过你来到这里可看的东西还是挺多的。我现在也只是看了其中的一部分，单单是剩下的这一部分就已经震撼到我了。可以想一想，当时唐家多么的豪华，多么的奢华，可以说是让人瞠目结舌，也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豪宅呀。可以说当时的女孩子都想嫁到这个地方来。那这个大院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